灵动牧尘二人竟然在这一瞬间，竟是击败了比他们还要强大的参赛者，这着实让的天翼神君有些骇然，心中暗自道：这二人的实力果真不凡，战斗力竟是如此的惊人可怕。但不管怎么样，我会让你们知道，在我的地盘，你们终究无可奈何。看样子，天翼神君也是不打算放过灵动和牧尘二人，毕竟他们二人的身上有着大咒神物，这等神物对于天翼神君来说，无疑是一件能够让自己提升神力的最佳之物，甚至能够一举突破2重天位神，去挑战8域天神君的资格。想到这里，天翼神君的神色竟是再度露出了阴险的笑容，双手微微紧握而起，其狠厉的目光紧紧观察着下方的战斗情况。随着灵动牧尘击败了数位参赛者之后，又有着更强大的参赛者将其二人围剿其中，而这些参赛者的实力竟然都是第一序列神，如此强大的阵仗，对于灵动牧尘他们来说，比起刚刚那些第2序列神更为的棘手。但既然对方已经盯上了自己，那么就拼死一战吧。在这片巨大的广场之中，强大的神力再度暴涌而出，弥漫天地。接下来的对决赛怕是越来越精彩，也越来越激烈了。与此同时，在神奇联盟9域天内进行激烈神使候选赛的时候，距离神奇联盟极其遥远的咒海某处，这里有着一艘巨大的方舟，以极快的速度穿梭咒海之中，约莫在这咒海中穿梭了1个月后，才开始减缓了下来。而在这艘方舟上，有着2道身影站在甲板上，负手而立，在他们的正前方，可以清晰地看到一处极其辽阔无边的神界，而这个神界便是第1等级世界中3大神界之一的万兽神界。在这艘方舟上的2道身影，正是2个月前从上古圣地那里赶往万兽神界的萧炎和祖龙族的白炭。要不是有着万兽神界的这艘方舟，恐怕都无法以2个月的时间抵达万兽神界的咒海区域。前往万兽神界的路程相对也是漫长而遥远。不过在这种枯燥的赶路中，萧炎也特地将此前在上古圣地所得到的4重天位神传承研究了一番，并发现在那光团的上面竟然有着一道强大的封印之力。以萧炎目前的实力，怕是无法将那道封印打开，除非使用天位神的力量，或许能够将其封印破解。同时这也让萧炎越来越好奇起来，这道光团中究竟有着什么强大的传承。不过为了能够让自己顺利的突破至天位神，万兽神界便是成为了他第一个目标之地。天降火焰的恐怖力量，他可是在祖龙前辈那里听说过，一道天降火焰差点毁灭了一大半的万兽神界，甚至连3大神兽族的3龙联手合击都无法撼动其丝毫。最后无奈3大神兽族的3龙只能施展一道万兽神界的封印神法，才将这道天降火焰给封印。不过3龙之中的祖龙却是非常不幸的被一道黑洞吞噬而尽，出现在了天元界的古元天中，从此便无法离开古元天，最后化作了天元界的万物生灵，让天元界的生灵能够有着成神的资格。不过祖龙却是没能做到这最后的一步。最后周元成神之后，便帮祖龙完成了这个心愿，众神谷踏神路。而随着那一战之后，祖龙族群龙无首，遭到各大神兽族的欺压。刚开始以祖龙族的底蕴实力，自然不是这些神兽族能够抗衡的。可是随着100万年的时间流逝，祖龙族的底蕴也是逐渐的被消耗，近几年更是岌岌可危，更是有着一些强大的神兽族直接派出强大的神兽和一些隐世的老妖怪入侵了祖龙族。不过好在祖龙族还有着护族大阵，才得以有了喘息的机会。也就是在这段时间里，祖龙族的那些神斩们才决定派出白炭前往上古圣地中寻猪龙剑，只有寻得猪龙剑，才能压制这些神兽的血脉。所以祖龙族内的天位神皆是留下抵抗防御外敌的再度入侵，而白炭则是在序列神中其实力最出色，当即离开万兽神界去寻猪龙剑。所幸白炭遇到了萧炎，并且还顺利在上古圣地中获得猪龙剑。如果没有遇到萧炎的话，以白炭的实力，怕是无法夺取猪龙剑前就会在上古圣地陨落。而最重要的是，萧炎竟然传承了他们祖龙族祖龙的血脉传承，这或许就是萧炎与祖龙的起源吧。随着方舟距离万兽神界越来越靠近时，萧炎那双深邃的瞳孔中散发出一丝精芒，透过主镜灵魂的探查，萧炎在这万兽神界的遥远处，便是感受到这方神界中有着无比浓郁的神元之气，这着实让的萧炎极为的震惊。这万兽神界不愧是3大神界之一，拥有着如此浓郁磅礴的神元之气，比起之前在天神山时的神元之气更为的庞大浓郁。第1等级世界的资源果然不是第2等级或者是第3等级世界可以相比较的。第3等级世界以主宰境的实力，便是能够主宰一方大界，而第2等级世界则是以第1序列神的实力，成为一方大界的最强之神。但对于第1等级世界来说，就算是第1序列神，都只能是最底层的存在，而能够掌控第1等级世界的目前来说，还没有绝对。当然，在这第1等级世界中，最具有神威掌控权的，无不是那些巅峰超神势力、神级超神势力、超神巨擘势力以及巨无霸的联盟神势力了。白炭兄经过2个月的赶路，终于是抵达了万兽神界。萧炎的目光望着正前方的一处充满无尽生机的一方神界，兴奋道：萧炎兄，这一次多亏你了，如果此次能化解我祖龙族的危机，我族必定会对你感激不尽。白炭也是一脸严肃的沉声道。闻言，萧炎直接是摆了摆手，笑道：白炭兄不必言谢，
毕竟我也传承了你们祖龙的血脉，所以我也算是你们祖龙族的一份子，体内也留有你们神兽之血。就算此前没有遇见你的话，我也会前往万兽神界，毕竟这里有我想要的东西，以及此前答应过祖龙前辈，待我成神之日，就会飞升第1等级世界。首要的目标就是来万兽神界，守护如今的祖龙族。听见萧炎这般说，白炭原本一脸严肃的神色被一脸笑容所代替。万兽神界，3大神界之一，说不定在这一方神世界之中，蕴藏着诸多神之机缘。这对于萧炎来说，无疑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之前那天神山之仇，萧炎也一直记在心中。不过想要报的此仇，就必须让自身的实力突破至天位神，不然是无法击败那位天意神君。所以在还没有强大起来，必须要隐忍一时，待得强大之后，必将百倍奉还。萧炎兄，不远处的那道大黑洞漩涡就是进入我们万兽神界的入口了。不过一般外人进来的话，基本都会被大黑洞中的吞噬力量所吞噬殆尽，只有万兽神界的生灵才能进入其中。不过我已经在方舟上做了我们万兽神界的独有手段，可随着方舟进入其中，白炭说着，便是在方舟的一处区域启动了特殊的机关。随着这道机关的开启，方舟的周围似是有着透明的屏障出现，将整座方舟都笼罩在了其中。萧炎也是微微一笑，想要进入万兽神界之中，如果此次不是有白炭的话，恐怕自己一人就算来到这里，也无法进入这一方神界之中。萧炎的目光迸发出道道金芒，很快这艘方舟也是离的那大黑洞越来越近。也就在这时候，似是有着一道强大的吞噬之力将方舟吞噬其中，直接甲板上的萧炎视线一眼，竟是看不到周围的一切事物。在这大黑洞之中，只有狂暴无比的乱流，就算是一名序列神被吸入其中，都是凶多吉少。望着四周漆黑黑的一片，萧炎的心跳也是加快了一些。这地方不愧是神界，果然与第2等级和第3等级世界的大界入口相差太大。单单是其中的乱流能量，都比那些大界的入口更强大恐怖。方舟在大黑洞之中穿梭了约莫数十分钟的时间，终于是驶出了那片乱流区域。渐渐的，萧炎视线一亮，便是看见在不远处有着一道白色光芒绽放着，想必那里就是大黑洞的尽头。见到这一幕，一旁的白炭也是一喜，因为这一次他寻的猪龙剑，祖龙族再也不会被那些神兽族袭击了。至少猪龙剑的力量能够压制住这些神兽族的血脉之力，血脉一旦被压制，他们的实力就会减弱，无法发挥至巅峰的状态。我终于回来了，萧炎也是暗自激动又兴奋起来，毕竟他还是第一次来到第1等级世界的一方神界中，万兽神界，我萧炎来了。最后这艘方舟也是冲进了那道光芒中，周身也随之消散不见。万兽神界某一处空间上，有着涟漪的波动席卷而开，令得这处的空间都开始荡漾起来。一艘方舟悬浮在这片神界的上空，萧炎顿时被万兽神界中的那道阳光刺得睁不开眼睛。约莫几秒后，萧炎才缓缓睁开双眼，映入眼眸的竟然无比辽阔的空间，其中有着无数座山峰挨在一起，这些山峰奇形怪状，什么样的结构样式都有。在这些山峰之中，80%以上的范围皆是被森林所覆盖，并且除了绿色的植物外，还有着诸多颜色的花草树木，以及一些隐藏在这些峰之中的稀有药材，并且可以感受到在这些森林中所散发出来的神渊之气竟是能够在空气中结成液体。显然远处一座山峰的上空，那里乌云密布，竟是对着那一座山峰下起了倾盆大雨。而这大雨可不是普通的雨水，它是由这片天地中的神渊之气所凝聚出来的液体，以倾盆大雨的姿态降落大地。当然这可不是每天都会发生，一般都是相隔数月时间或者是更久的时间才会这么下一次，而且所下的范围也是极其小。不过这一场雨的时间快则1分钟，慢则5分钟，如果能够在这时间里进入其中，吸收其中的神渊之气，那也是能够提升不少的神力修为。但很快映入萧炎眼眸中的那一场由神渊之气所凝聚的一场雨，1分钟就下完了，想要进入其中喝点汤都没有。就算没能把握住这一次的机会，下次总会遇到。萧炎收起目光，然后再次瞭望更远的区域。作为第1等级世界3大神界之一的万兽神界，拥有着诸多座魔兽大陆以及神兽大陆，特别是神兽大陆上皆是有着不少的强大神兽势力，那么越往中间，神兽势力的分布也就会越强。当然万兽神界中至少也有着数千数万的魔兽势力和神兽势力一同生存于这一方神界，对比第2等级和第3等级世界中的底蕴势力，简直可以分分钟将其秒成渣。大宙的最高等级世界果然与众不同，难怪诸多人类修炼者都想要成神，踏足神之路，飞升第1等级世界，为的就是能够获得更高的神之资源。这一方神界中的每一座魔兽大陆以及神兽大陆都是极其的辽阔无比，仅仅一个魔兽大陆或是神兽大陆的面积都比起千元界上的那些超级大陆不知道大了多少倍，更多别是神渊之气可以粘稠到以下雨的姿态落下，这都已经超出了萧炎的预料之外。神界不愧是神界，其中那些无数座的神兽大陆上，无数神兽势力犹如繁星般的点缀在其中，那龙蛇混杂程度足以让人感到无比的惊叹。也正是因为太过复杂的缘故，想必这万兽神界的无数神兽大陆上始终都未曾出现过所谓的异统，因为并没有任何神兽势力能够做到这一步。可以说在万兽神界中，即便是一名3重天位神的神奇强者，也是不可能将其异统
当然，这是针对神兽大陆。如果是魔兽大陆的话，那就不一样了。魔兽本就是圣龙族的圣龙所创造，所有的魔兽大陆上的掌控者基本都是圣龙族的分支所掌控。这里实在是太过的辽阔，而且也太过的藏龙卧虎，谁也不知道在神兽大陆上，还是从未踏足过的山野之地，是否有着一位更强的神兽隐居于此呢？所以，在这万兽神界中，始终都是诸强神兽势力并列，彼此征伐不断，几乎每天都是有着无数神兽势力被彼此吞并，但同时又有着无数神兽势力犹如雨后春笋般的冒出来，为这一方神界上的无数神兽大陆增添着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与活力。也正是在这种混乱中，这片辽阔的万兽神界中，不断的有着各种神兽族内的神之天骄枭雄涌现，显赫一时。白炭兄的这一方神界，真是让我大开眼界。虽然没能把握住刚刚的那道神元之气所凝聚出的一场雨，不过在这天地中，依旧是有着磅礴浓郁的神元之气不断的进入我的体内，令得我的神元之气有一种提升的迹象。萧炎站在方舟的甲板上，静静地感受着这一方神界的能量。萧炎兄，这还只是万兽神界的边缘区域，如果在中心区域的话，那天地中的神元之气，怕是更让你意想不到的精纯浓郁。此时，白炭也是感受着这熟悉的神元之气，脸上挂着舒适之感，喃喃道：“是吗？”这一下直接让的萧炎差点倒地。如此浓郁的神元之气，竟然还只是小巫，那么大巫还在后面。见到萧炎那般差点晕厥的模样，白炭也是一脸无奈的一笑。萧炎兄，我们万兽神界的神之资源可远远不止如此。待你日后待久了，会慢慢的发现万兽神界中的各种好处。如今你的神力修为只是第3序列神，来到万兽神界后，必定能够让你加快的提升实力。听见白炭这般一说，萧炎愣是直接打起了十足的精神。白炭应该所言不假，这一方神界中最核心的区域都是在最中心区域，想必那里应该有一座超级神兽大陆。虽然说万兽神界中有着诸多神兽势力，同样是拥有着极为辽阔的神兽大陆，这种神兽大陆辽阔程度远远的超越了下等级世界的任何一个超级大陆。不过这种神兽大陆如果是放眼整个万兽神界的话，却是仅仅只能够算作小小的一片了。萧炎兄，现在我便带你去我们祖龙族。祖龙族距离我们现在有多远？萧炎问道。如果是平时飞行的话，需要半年之久的时间。不过现在我们可没有那么多时间，需要以最快的速度利用传送阵抵达祖龙族，不然我担心祖龙族有危险。闻言，萧炎直接是一惊，以神奇的速度飞行，竟然都需要半年之久才能抵达祖龙族，可想而知，这万兽神界究竟是多么的无尽辽阔。在震撼之余后，萧炎的神色也是变得严肃起来。毕竟祖龙族要是真的遇到什么危险的话，那么自己就有点对不起祖龙前辈的嘱咐了。利用传送阵需要多久？10天左右的时间。传送阵都需要这么长的时间？祖龙族位于万兽神界的何处？萧炎再次疑惑地问道。万兽神界的中心，超级神兽大陆，也是我们神界中最庞大的核心超级大陆。这一座超级大陆有着诸多强大的神兽族建立于其中。虽然说没能一统这些强大的神兽势力，可是依旧有着3大神兽势力拥有着霸主权，他们分别是神龙族、圣龙族以及我们祖龙族。萧炎也是点点头，对于这3大神兽族，萧炎自然有所了解。祖龙族更不用更多说，至于神龙族和圣龙族，萧炎也是有所耳闻。自己的爱妻彩铃本体便是魔兽，大宙中的魔兽皆是由圣龙族的圣龙所创造。至于神龙族，虽然了解的不多，但可以明确一点的就是，神龙族有着很大的野心，就是想要彻底的将万兽神界一统，包括与他并列的圣龙族和祖龙族。当然，这样的想法与行为，圣龙族和祖龙族是不愿意的。然而，也就是祖龙族没有了祖龙坐镇后，这3大神兽族的平衡也发生了改变。好，那事不宜迟，我们现在就过去传送阵。萧炎也是立马沉声道。白炭也点了点头，在他的带领下，方舟也是经过半日的时间，来到了传送阵的地域。这里的传送阵整整有着数百道之多，看来每一道的传送阵都是对应着万兽神界不同的地域节点。就在萧炎看得眼花缭乱时，白炭则是朝着这数百道传送阵中的最大一个走去。萧炎也是紧跟其上。走吧，萧炎兄。话音落下，白炭率先进入巨大的传送阵之中，萧炎紧跟其上，也迈入了传送阵。花费了10日的时间，萧炎和白炭通过传阵后，终于是来到了万兽神界的中心区域超级神兽大陆，而后又经过1日的赶路，方才真正的来到了超级神兽大陆附近的一座高峰之上。此时，这一座高耸入云的山峰之上，萧炎抬起头望着他的前方，那俊逸的面庞上满是浓浓的震撼，因为出现在他面前的是一片无比巨大的超级大陆，四面环山，云雾缭绕，那种巍峨程度让人不得不目瞪口呆，并且还有着璀璨的光照笼罩，可以清楚的看到其中有着无数座宫殿以及巨大的兽洞，天际之上还有着无数道流光掠过，铺天盖地的强大阵势格外的骇人。即便是隔着一段遥远的距离，可萧炎依旧是能够隐隐间的感觉到，在这片超级神兽大陆中，有着无数道强悍的神力波动，正在悄然的荡漾着。这就是万兽神界最核心最庞大的超级神兽大陆吗？
萧炎一时间无法抑制住自己内心的震撼，张着嘴巴道：“萧炎兄，这里正是万兽神界的超级神兽大陆，是不是比起其他魔兽大陆以及神兽大陆，这里的神元之气更加的浓郁精纯？”白炭也是为自己所在的超级神兽大陆点了点头，同时将这里的一切开始对着萧炎耐心解释起来。真是厉害啊！萧炎听了白炭的揭示，也是一脸震惊无比。这里的神元之气的确极为的精准，就算不修炼，在这座超级神兽大陆上待上几年，都是能够让自身的神力修为自行的突破。这超级神兽大陆竟然汇聚着万兽神界强大的神兽势力，以及3大超级神兽势力。他们不仅是超级神兽大陆的并列掌控者，更是整个万兽神界的并列掌控者。祖龙族便是其一。不过刚刚也通过白炭口中得知，整个万兽神界中有1/3是魔兽大陆，魔兽大陆上的势力都被称之为魔兽势力，剩余的皆是神兽大陆。在神兽大陆中的势力被称之为神兽势力，神兽势力则是高于魔兽势力。而在这些无数道强大的神兽势力之上，还有着最强的神龙族、圣龙族、祖龙族，他们皆是被称之为3大超级神兽势力，也叫3大神兽族。只不过目前3大神兽族之一的祖龙族岌岌可危，因为有着诸多的神兽势力皆是对其产生了邪恶的想法，都想要取代祖龙族的位置，直接上位。震撼了好一会儿后，萧炎才迅速的收回目光。祖龙族如今遭遇诸多神兽族的打击，不能在这里浪费多余的时间了。旋即衷心的赞叹了一声，这万兽神界的超级神兽大陆果然名不虚传。萧炎兄，我们走吧，距离祖龙族还有一段的距离。白炭的目光则是眺望着远方天际，因为这个方向正是祖龙族的方向。也不知道为什么，白炭来到这超级神兽大陆时，内心则是不安起来，仿佛有着什么大事情要发生一般。这种感觉在白炭的心里久久不散，想必应该是祖龙族应该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经过这几天的奔波之后，白炭也不敢再歇息。距离祖龙族越近，他内心的不安情绪就会越浓烈。萧炎闻言点了点头，他也顺着白炭的视线凝视着遥远的天边，手掌也是缓缓的紧握。他在第1等级世界中的征程，或许也将会从这里正式开始。白炭率先掠出，直接是对着遥远处天际的祖龙族而去。随后萧炎也是紧紧跟了上去。1日的时间又过去了，而随着逐渐的接近祖龙族附近，在他们的前方已经有着一座极为特别的山脉浮现。看着山脉的画面，也是由远到近的开始变得清晰起来。而萧炎也开始感觉到这里的辽阔，放眼望去，却是无法见到山脉的尽头，只能够见到其中无数流光飞掠，以及笼罩在山脉周边的云雾。那是萧炎见到山脉的万丈高空之上，似乎是有着一道巨大无比的大阵，大阵化为光照笼罩而下，将整个这座山脉内的万物生灵皆是保护在了其中。同时有着可怕的神力波动，微微的荡漾着，连空间都是在不断的扭曲着。这是我们祖龙族的护族大阵，就连3重天位神，甚至是4重天位神，都是难以将其攻破。白炭伸出手指，指向那座护族的大阵，道：“萧炎点点头，他已经是感觉到了，这座护族大阵相当不凡。祖龙族之外的天空有着巨大的光门，光门约莫1000丈之大，之后有着一条光芒之道，直接通往祖龙族之内，这是进入祖龙族的唯一入口。”白炭和萧炎的身影便是出现在了这道巨大的光门之前。来者止步，祖龙族禁止外人乱闯，否则格杀勿论。就在萧炎与白炭出现在祖龙族的光门时，便是有着厉喝之声传来。只见的数百道身着黑甲、眼神凌厉的光影闪现而出，手中长矛对准而来，一种杀伐之气悄然地从他们身上散发而出，并且这些黑甲光影的气息竟然皆是达到了第3序列神和第2序列神，还有个别皆是第1序列神。没想到这祖龙族的底蕴竟是如此之强大，如果是核心成员，不得都是天位神的实力了。萧炎的内心则是带着一丝浓烈的震撼之感，而白炭的面色平静，只是玉手一扬，只见的一道金光掠出，最后落在这支队伍领头的一位黑甲队长手中。后者接过，金光散去，化为一道金色令牌，令牌之上则是有着一只祖龙一样的圆形模样，隐隐间有着龙鸣之声传荡而出。这是祖龙令。那黑甲队长望着这道令牌，顿时一惊，旋即急忙单膝跪下。在其身后，那数百名黑甲战士也是尽数的单膝跪下，铁甲的锵锵声清脆的响起。原来是我族特使，见过特使大人。白炭随手一招，那金色令牌便是飞回他的手掌中，然后淡淡的点点头，旋即询问道：“目前我族情况如何？”回禀特使大人，我族目前没有受到其他神兽势力的入侵，暂时无恙。这位黑甲队长对其拱手道。听着黑甲队长的话，白炭心中的那一份不安也是微微的松了一口气。在这赶来的路上，他对祖龙族也是有着十分的担心，因为祖龙族虽然靠着护族大阵抵御其他神兽势力入侵，但这也不是长久之计。况且祖龙族的神斩们都知晓，神龙族对其虎视眈眈，难免会出手，借此一并将祖龙族彻底的在万兽神界除名。白炭兄，看来祖龙族暂时没什么事情，也不要过于担心了。萧炎也是在一旁出声安慰的道。白炭也是点了点头，既然已经赶到祖龙族，没有遇到其他神兽势力的入侵，那悬着的心自然也放了下来。
他重重地吐了一口气，然后便是带着萧炎径直地穿过那道巨大的光门，最后消失在那光门之中。在通过那光门之后，萧炎的眼前便是变得明亮起来，而后那万兽神界的3大超级神兽势力之一的祖龙族，便是清晰地出现在了其眼前。萧炎望着眼前这里的风景和宏伟的建造，如此壮观的一幕，也是忍不住的惊叹出声。白炭兄，我们先去了。萧炎转头看了看白炭，问道：先去我族的祖龙大宫，那是我族的核心区域，众多神斩们皆是在那里。不知道这几个月离开有没有发生什么变故，现在去询问一下。白炭望着祖龙族的一处核心的方向暴掠而去，萧炎则是紧紧跟随。在这祖龙族的天空上，时不时的有着整齐的光影呼啸而过，那些都是祖龙族的护卫巡逻军队，防止有任何的异状。此时，祖龙族在这个特殊的时间里，已经将族中的护卫巡逻军队全部派出，每天每夜的轮班守着祖龙族的每一处角落的情况，以防其他神兽势力的入侵。